我的童年时光是如何度过的？我刚出生时，大概6周左右，在一个雨后温和的夏夜，我上了街。在那里，我遇见了我的一个老朋友，他喝酒比我能多喝半升。我们用泥沙捏成牛、牛车和麻袋，然后把它们装上了牛车，去磨坊加工。牛车出发了，那时还用水磨来磨制粮食，但正好水磨不在家，磨坊主在那边的水面上散步。我们请他把水磨叫回家，他挥了挥手，大喊了几声，水磨总算出现了。我们开始磨粮食，但是磨坊主没有木铲，于是他把我的头拧下来当木铲，填满麻袋。完事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碰到一群姑娘，她们很远就冲我笑。你们笑什么？我问他们。你没有头。他们回答说。那时我才发现我的头忘在磨坊了，我赶快回去拿头，把头装在脖子上继续赶路。但是姑娘们还在笑。现在你们又在笑什么？我又问道。你的鼻子是朝后面的。他们同时回答。听到这儿，我赶紧把头转了一下，调整到合适的位置，然后我继续赶路回家。这时我想起来，我把鞭子插在磨坊旁边的河岸上了，我又回去拿，但我到那时却发现鞭杆长成了一棵大树，而鞭子就在高高的树顶上。于是我爬上了树去拿鞭子。等我爬到树顶，我看到一只老鹰在追逐一群小鸟，它不遗余力地想要抓住它们，但小鸟都朝我的衬衣和我的裤脚里面飞。我也没闲着，快如闪电般的用一根麻绳把我的衬衣和裤子扎紧。我很兴奋，我一下子抓了那么多小鸟。但是那些钻到我衬衣里的小鸟们都叽叽喳喳地鸣叫起来，各自讲着自己的鸟语。突然，它们带着我一起飞了起来，把我带向了远处。我从天上看到亚得里亚海海岸上的妇女们在洗衣服，她们抬头望向天空，惊叹道：哇，那么大的一只鸟！但我却听成了这样：快把裤子脱掉！我一脱裤子，小鸟们都飞了出去，我一下子坠到了海里，把周围的水都溅到了岸上。我周围露出陆地，鱼儿根本没法游了，都留在了我的周围。我想，这回我能抓好多鱼呀！但是我不能在那里浪费时间，因为我已经离家太远了。我再次动身，经过热国，赶路回家。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，那里的房子不是建在地上的，而是悬在和人的身高差不多的半空中。人们靠扶梯爬上爬下。热国的人都长得又高又大，那里的一切也都很大，比如教堂就有如此之大。4个骑兵骑在马背上等候，当神父唱“上帝与你同在”时，其中一个骑兵就策马骑上一段路，然后对另一个骑兵唱，第2个对第3个唱，第3个对第4个唱，最后一个对着唱诗班的领唱者唱。在那里，坚持做完弥撒的人都能吃上一顿好吃的早餐，因为那里根本不用担心早餐。教堂的塔楼也特别高，建造它时有2个木匠的斧头从高处掉下来，一把在它撞到地面时，它的把手早已烂了；另一把，当它掉落时，一只百灵鸟在里面筑了窝。当它落到地上时，百灵鸟已经孵出了小鸟了。大钟如果当初不是只有小铃铛大小时就被人拿上去的话，按照它的成长速度，现在根本放不进塔楼。那里到处都很热，天热到这样的程度，只要把猪仔杀了，
放在烤盘里，然后推出窗外，就能马上吃到烤肉了。但我也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很快我就觉得无聊了，我继续赶路回家。就这样，我来到了冷国，那里是那样的冷，蛋白被冻得闪闪发亮，亮的晚上都可以借它的光来看书了。只有认字的人才能互相沟通，因为只要一讲话，话语马上就会在嘴边冻住，除非解冻才能听到说的话。但我也不能在冷国待很长时间，我必须马上继续回家的旅程。最后，我厌烦了在路上的奔波，我把鞭杆插到土里，然后顺着鞭杆爬到了天上。在那里，我遇见了我的祖母。你好，奶奶，请给我涂果酱的面包。啊，孩子，他回答我说，我们这儿从来不吃东西的。不吃东西？那怎么能从这儿很快下去呢？我吓坏了。那里有一个老人，我和他也说了想下去，因为这里吃不到涂果酱的面包。老人记起来，这里有一箱糠。他说，如果能用它捻成绳子，我就能顺着绳子下去。说归说，我们也做到了，但不知道怎么的，我们还撵进去一只老鼠。我顺着绳子往下爬时，老鼠把绳子咬断了，我一下子坠到了地上。我以为我掉在了老城大教堂附近，可恨的是，我却掉在了荒无人烟的新城边上。我钻进地里，然后大喊，快把我挖出去！但没人来挖，我只能自己跑回家去拿铲子，自己挖自己。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童年。有许多事情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。